香蕉，你真的吃对了吗？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早上一起来，肚子闷闷胀胀的，上厕所也不太顺畅，到了晚上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去看了医生，抽了血，照了片，结果人家跟你说没什么大问题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无奈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答案其实就在我们身边，就藏在街市里那串几块钱的水果里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健康生活的小智慧。你留意一下身边的长辈，就会发现他们家的果盘里苹果换橙，橙子换提子，但香蕉嘛几乎从来没缺过货。我问过几位叔叔阿姨为什么这么爱买香蕉，他们的答案都差不多，软绵绵的不费牙，剥了皮就能吃，不用洗不用切，价钱便宜，最重要是吃完肚子舒服，整个人踏实，所以香蕉在老一辈那里真的算得上是国民水果了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，就这么一根普普通通的香蕉，它到底是怎么帮你把血压稳住，把肠胃顾好，还能让你夜里睡得更香的。当然，怎么吃才能把效果发挥到最大，我也会一并告诉你。不过有几类人真的要特别注意，不能随便乱吃，这一点记得看到最后，很重要。那么一根香蕉到底有哪些你想不到的好处呢？第一，帮你稳住血压。香蕉的钾含量非常高，每100克就有256毫克的钾，是苹果的3倍多。钾跟钠在身体里是跷跷板的关系。我们这些平时口味偏重的人，钠吃多了，血管壁就会绷紧收缩，血压自然往上跑。而钾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，血管一放松，血压也就跟着降下来了。所以说，香蕉堪称天然的血压调节器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临床数据显示，高血压患者每天吃香蕉，配合少盐饮食，收缩压平均可以下降5到8毫米汞柱，效果相当明显。不过要特别提醒，钾主要靠肾脏代谢排出，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，排钾的能力受限，就要尽量避免吃香蕉这类高钾食物，否则钾积聚过多，反而对心脏有危险。第二，保护心脏。欧洲心脏杂志曾刊载一项追踪近20年的研究，结果显示，钾摄取量最高的人与摄取最少的人相比，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 13%， 女性风险降了 11%， 男性降了 7%。 所以多吃富含钾的食物，对心脏健康是真的有帮助的。第三，让你大便顺畅。说到便秘，很多长辈都有这个困扰，3天才上1次厕所，肚子胀得鼓鼓的，想吃泻药又怕伤肠胃，真的很难受。这个时候香蕉就派得上用场了。一根中等大小的熟香蕉，大概含有3克膳食纤维，一半是可溶性的，一半是非可溶性的。可溶性纤维在肠道里会吸收水分，让大便变得蓬松软化，排出来就轻松多了。香蕉里的低聚果糖则属于益生元，能促进肠道里的好菌生长，维持肠道环境的平衡，也有助于促进排便。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还没熟透的青香蕉含有较多的鞣酸，不但不通便，反而可能让便秘更严重，所以一定要选熟透的香蕉才管用，表皮有点黄褐色的那种，效果最好。第四，帮助睡眠。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睡眠不好的问题，入睡难，睡得浅，半夜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。其实香蕉对这个也有帮助。香蕉含有色氨酸，这是一种能帮助身体合成褪黑激素的物质，而褪黑激素正是调节睡眠周期的关键荷尔蒙。同时，色氨酸也能促进大脑分泌血清素，让人情绪放松下来，比较容易入睡。另外，香蕉里的没有放松肌肉、缓解紧绷的效果，对夜里容易腿部抽筋、辗转难眠的长辈来说尤其合适。
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更显示，老年人晚餐后吃100克香蕉，持续2周之后，睡眠效率提升了 22%， 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 35%， 而且完全没有安眠药那种隔天早上昏昏沉沉的副作用。不过要提醒糖尿病朋友，每100克香蕉含糖量约19克，是苹果的 1.5 倍，草莓的 2.7 倍，属于含糖量偏高的水果。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每次控制在100克以内，大约半根到2/3根，同时记得相应减少当餐的米饭或馒头等主食分量。第5，运动后快速补充能量。香蕉富含碳水化合物和天然果糖，糖分能很快转化为葡萄糖，被身体迅速吸收，是补充体力的好选择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马拉松比赛中，很多选手跑到一半都会抓起1根香蕉吃？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早上去公园运动、爬山、跳广场舞之后，来1根香蕉，既补了能量又不油腻，非常方便。第6，保护胃，抑制胃溃疡。香蕉质地软绵，对肠胃刺激小，还能中和过多的胃酸，有助于保护胃黏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种表皮带有黑点或者泛褐色的熟透香蕉，研究发现含有一般水果少见的磷脂质成分，具有抑制胃溃疡的效果。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不用嫌那种买相差的香蕉，反而应该多吃。吃香蕉要注意什么呢？说了这么多好处，是不是觉得香蕉越多吃越好？先别急，香蕉虽然好，但吃法不对，吃的人不对，效果可能适得其反。先说分量，香蕉热量不低，钾含量又高，就算是身体健康的长辈，每天吃1到2根就够了，吃太多可能导致血钾偏高，反而对身体造成负担。这4类人吃香蕉要特别小心。第一类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尿病朋友，香蕉的糖分本来就不低，越熟的香蕉含糖量越高，虽然是天然的果糖，但对血糖已经不容易控制的人来说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建议一次最多吃半根到1根，而且最好搭配燕麦、糙米这类粗粮，或者豆腐、鸡蛋等蛋白质类食物一起吃，可以减慢糖分吸收的速度，避免血糖飙升。第2类是肾功能不全的人，前面提到香蕉是高钾水果，对一般人是好事，但肾功能受损或者长期需要洗肾的人，身体排钾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，钾一旦积聚过多，就可能引发高钾血症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心律不整，非常危险。如果医生已经叮嘱你要控制钾的摄取，香蕉就真的要放下了。第3类是脾胃虚寒体质的人，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香蕉性寒，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。如果你本来就容易肚泻、胃寒、食欲不振，那空腹吃香蕉就更不合适了。这类朋友不妨试试把香蕉做成香蕉蒸蛋或者香蕉小米粥，透过烹煮的方式中和寒性，暖胃又不浪费香蕉的营养。第4类是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，长期服用普利类、砂糖类降压药或者保钾利尿剂的人，这些药物本身就会影响身体排钾的能力，这时候再吃香蕉等于双重叠加，血钾超标的风险会大幅上升。如果你有在服用这类药物，记得先问清楚医生，再决定香蕉能不能吃，能吃多少，这样吃香蕉效果加倍。很多长辈吃香蕉就是直接剥皮吃，这样当然没问题，但如果懂得一点小搭配，不仅营养更均衡，还能减少香蕉的一些副作用，效果真的会好很多。蒸香蕉是个很值得试试的方法。把带皮的香蕉整根放进锅里蒸10分钟，皮会变黑，肉会变得更软糯，吃起来温和许多，特别适合脾胃比较弱，一吃凉的东西就胃胀的长辈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香蕉蒸过之后，部分淀粉会转化成抗性淀粉，对血糖的冲击反而比生吃的时候更小。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香蕉配燕麦也是绝配，
把香蕉切片加进燕麦粥里，燕麦里的葡聚糖加上香蕉的膳食纤维，两者加起来降血脂，通常到的效果比单独吃其中一样翻倍，同时也能拉长饱足感，减慢升糖速度，特别适合血糖在临界值附近的朋友。香蕉配乳酪、优格，这个组合同样很好。香蕉的膳食纤维搭配优格里的益生菌，对肠道健康非常有帮助，还顺带补充了蛋白质和钙质，用来当下午茶或晚餐后的小点心，健康又满足。香蕉加鸡蛋加全麦面包，这个组合很适合当早餐或者运动后的补充。碳水、蛋白质、维他命和矿物质全都有，能量充足，饱足感强，比随便买一个菠萝包或叉烧包健康多了。最后有一点一定要记住，香蕉不适合空腹吃，尤其是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人。空腹吃香蕉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胃胀、泛酸的情况反而会更严重。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左右再吃，对肠胃更温和，身体也吸收得更好。香蕉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却是一种被很多人低估的健康水果。吃对了，长期吃，你会发现身体悄悄带来的改变，可能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。但说到底，养生从来不是吃越多越好，适量搭配得宜才是真正的学问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视频最后有我给你推荐的相关视频，记得点一下，里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，帮你和家人活得更健康、更长寿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